二战时期，英国在对德国本土发动夜间轰炸时，将近2/3的飞机有去无回。从1940年开始，有上千架英国轰炸机葬身在了欧洲平原。英国科学家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反制德军的措施，但却没有丝毫进展。直到1942年，英国情报部门成功地监听了一段德国机组人员的对话，皇家情报局这才判定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可能已经安装了某种雷达。当雷达发出神秘信号之际，就是德军开火之时。1942年12月3日凌晨，英国空军再次对法兰克福发动夜间空袭，但这次的兰开斯特轰炸机编队却混入了一架惠灵顿。惠灵顿上共有6名机组人员，他们此次的任务是深入德军防空网，实地探测并找到那个神秘信号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死亡空战后，遍体鳞伤的惠灵顿6名机组人员中的4名身负重伤。在溅满鲜血的工作台上，英国通讯员咬紧牙关发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。根据这次行动获得的重要资料，盟军技术人员弄清了德国防空系统中关键的一环。半年后，英国的夜间战斗机上装备了一名为锯齿波的装置。随后，英国文式战斗机在几个星期内打下来23架德国飞机，战局得到扭转。参与二战的英国飞机中，很少会提起惠灵顿式轰炸机。该机是英国1930年代最主要的双引擎轰炸机，通常被称呼为威比或飞行的雪茄，因为它侧面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大雪茄。虽然很少被提及，但它却是二战期间英国量产最大的轰炸机。一战之后，受到意大利人杜黑空中制胜论的影响，再加上英国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轰炸机的威力，就非常重视在轰炸机上的研发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，英国皇家空军就发布了 B932 号需求报告，旨在研发一种双发轰炸机。随后，英国皇家空军发布了招标需求，对双发轰炸机的速度、载弹量以及机身要求相当的严格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英国皇家空军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很难达到的，但是依然有2个公司参与了竞争。这2个公司就是汉德利佩吉公司和维克斯公司。2个公司分别提出自己的方案。汉德利佩吉公司提出的方案是 HP52 型设计，这个方案也被英国皇家空军选中，最后发展成为汉普登轰炸机。而维克斯公司推出的则是271方案，后来经过改进成为了惠灵顿轰炸机。1935年，英国皇家空军重新确定了新型轰炸机的指标，需求一种起飞重量达到14吨左右的轰炸机。而这时，维克斯公司推出的271方案最大起飞重量却只有 5.2 吨左右，与英国皇家空军需求的14吨还有些差距。除此之外，英国皇家空军还提出了一些新需求，需要对轰炸机的机头、机顶、机尾的机枪位置添加保护措施，并且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实施 Z 字形规避飞行，从而能够逃脱战斗机的攻击。为了满足英国皇家空军提出的指标，维克斯公司对271方案进行了修改。在修改过程中，维克斯公司的设计人员发现，随着飞机重量的增加，为了让飞机能够保持稳定性，就将上翼机型转变成了中翼机型。在动力系统上，原本采用2台苍鹰发动机，但是该发动机的动力已经不能满足拥有更大起飞重量的飞机，因此维克斯公司换装了2台飞马发动机，以此来提高271式飞机的飞行性能。进行改装后的271方案立刻就获得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认可，并对271方案又提出了一些改进要求，主要是将内置油箱容积扩大，让飞机以343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飞行时，航程能够达到3400千米。根据上述方案，维克斯公司立即就建造了原型机，首架原型机在1936年7月进行了首飞。首飞取得成功后，维克斯公司终于得到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订单。尽管后来该型机在测试当中坠毁，但是却没有影响英国皇家空军采购这款轰炸机，因为该机在坠毁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飞行试验，已经足以向英国皇家空军证明这是一种优异的轰炸机。原型机在建造出来之后，维克斯公司将其命名为克里希轰炸机，后来又改名为惠灵顿轰炸机，并于1938年开始装备部队。在1941年新的4发重型轰炸机到来之前，惠灵顿一直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轰炸机。该机成员6人，机长 19.608 米，机宽 26.26 米，空重 12.91 吨，最大速度375千米每小时。惠灵顿轰炸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，设计师班斯·华莱士称之为经纬线。
主体是由细长的铝合金型材铆接而成的网状结构，上面覆盖帆布作为蒙皮。此前，这种结构仅用于飞艇的建造，但是巴恩斯华莱士决定将其应用到航空领域。韦尔斯利单发轰炸机是第一种使用这种经纬线结构的飞机，这种结构重量更轻，机翼和机身的内部空间更大，但是这样也带来了生产复杂、成本增加等缺点，而且亚麻蒙布易燃易碎，许多惠灵顿轰炸机都因此被烧毁。惠灵顿机身中部设计了一个大型弹舱，可以挂载2吨重的炸弹，并且可以挂载重达 1.8 吨的超重型炸弹。机翼内还有大型油箱，因此惠灵顿具有5000千米的航程，满载炸弹后，航程也可达到2900千米。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，这样的性能是非常先进的。惠灵顿轰炸机问世之后，一直在不断的升级改进。其第一款惠灵顿 Mk1 型配置了动力更强的飞马型发动机，每台功率达到了1050马力，并且配置了武器装备系统。而惠灵顿 Mk2 型不再使用飞马型号发动机，而是使用了隼式发动机。由于惠灵顿 Mk1 型在空中缺乏火力，维克斯公司为其配备了3座炮塔，每座炮塔装备2挺 7.7 毫米机枪，而惠灵顿 Mk3 型则是换装了大力士发动机，每台功率达到1425马力，并且加装了后炮塔，塔里配备了4挺 7.7 毫米旋转式机枪。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战况愈演愈烈，英国皇家空军又做出了对惠灵顿轰炸机升级改进的指示。这时候维克斯公司推出了 X 型，这款机型动力配置了2台大力士5型发动机，每台发动机的功率达到了1675马力。改进的机壳采用了轻合金，加强了飞机的强度。惠灵顿 X 型轰炸机是惠灵顿家族当中产量最多的。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，惠灵顿轰炸机立即就参加了战斗，与小猎犬配合，轰炸了停泊在威廉港的德国军舰，取得了不错的战果。惠灵顿轰炸机除了能反舰之外，还能对敌方的桥梁、军工目标造成打击，可谓是一种全能型轰炸机。然而，这种轰炸机的自卫武器非常薄弱，机头和机尾只有2挺机枪。后来，通过安装配置双联装机枪的炮塔来提升自卫火力。但是改进后的惠灵顿轰炸机第1次执行战斗任务就表明，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对抗德军的战斗机。因此1940年，惠灵顿从昼间轰炸机改为夜间轰炸机。惠灵顿轰炸机从生产到停产一共制造了11460架左右，成为了2战时期英国生产数量最大的轰炸机，对德国本土进行了数千次的空袭任务，多次轰炸柏林、汉堡、埃姆登、不莱梅、杜塞尔多夫等城市，是2战期间英国轰炸机的主力之一。即使是在4发重型轰炸机问世之后，惠灵顿轰炸机也没有被退役，而是还在继续生产。其大量生产过程中，从一堆零件到1架飞机只需要30个小时，甚至创造过24小时造1架的记录。除了当成轰炸机使用，还被当成运输机、反潜机使用，可以称为是一个多面手。除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国机组驾驶过惠灵顿轰炸机之外，当时加入皇家空军的作战外国飞行员，如捷克和波兰飞行员，都曾驾驶过该机作战。直到1942年，惠灵顿被更先进的兰开斯特、哈利法克斯4发重型轰炸机所取代，才逐步退出一线部队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